前世到底存不存在？转世这种话题到底存不存在？转世分为6个步骤，并且每一个过程都有它非常深刻的意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前世到底存不存在，转世这种话题到底存不存在。我回答完了大家这些问题的话，大家有没有兴趣再听一听转世的过程以及步骤呢？转世分为6个步骤，并且每一个过程都有它非常深刻的意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Love Care Share， 我的名字叫 Sophie， 我是一个灵媒，也是一名灵性教练。在我的频道里呢，大家可以疗愈自己的过去，并且找到人生的目标，打开自己灵性意识的大门，从不同的维度去探索宇宙。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正题了。轮回的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一个步骤叫做人生规划。人生规划就像是我给你一个本子，你呢决定自己要为自己的蓝图做一个规划。有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脑残编剧。对，你在那个维度里面，你就是一个可以随便写的编剧，你是你人生真正的编剧。有的时候你可能说，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奇葩，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过，你现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原来计划好的，都是由自己当时签了我们的这个灵魂契约来决定好的。而很多很奇葩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困难，你才能够进步，有了这些困难，你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你才能够学会怎样去控制你的情绪。转世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人生计划。这个人生计划细致到包括你这辈子会和什么样的人遇见，你这辈子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这辈子会有几个爱人，会恋爱几次，你这辈子会是有没有孩子，会生几个孩子，你这辈子会挣多少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业，你这辈子会被什么样的人伤害，被什么样的人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已经记录在你的这本剧本里了。我们的世界上呢，基本上就可以分为2种人，一种人呢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做服务的，做出的人生选择呢都是以自己为先的。第2种人呢是为别人服务而去成长进步的，并不是说他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他有更大的目标，是去帮助更多的人一起去进化。他总是在问自己，他做的这份工作是不是在造福全人类。那么这2种选择不同人生计划的人呢，没有对错，大家的确是可以为自己而活的。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人呢就是分2种，一种呢就是光之工作者，另外一种呢不是光之工作者。那光之工作者这个定义，光之工作者呢就是一直在问我怎样能够帮助别人。在转世的这个过程中呢，光之工作者相对来讲呢，他会转世的频率会比较快一些。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可能在很多次都是光之工作者，自己回顾起来的所有的前世里面，80%以上都是光之工作者，不是老师就是医生，或者是为国家而战吧。就是很多次我也是在当兵，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传播一些有用的灵性知识来帮助到大家。我们的第2步呢，就是虚拟化人物的编程。在这一步呢，我非常喜欢用这个例子，就是呢，我们买新电脑的时候，我们肯定要下载一些软件。这些软件呢，可能是 Windows， 可能是 iOS， 可能是 Linux， 这些软件系统呢，就像是被插到了一台新的电脑上。
在被插到这个新的电脑上的时候呢，它需要时间去下载，新的电脑呢也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使用它的这个人呢，也需要去适应一下，看看这个系统是不是跟这台电脑是真正的匹配的。包括很多的我们现在应用软件，我们肯定都是要下载进去的。而这个下载的过程，它实际上呢是在我们没有变成胚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的保护神和我们的保护天使都在我们的周围，开始去寻找适合我们的父母，而且他们已经是想要孩子的这样的父母，甚至是没有想要孩子的父母，可能就是无意之中就怀上孕的这样的父母也有可能。主体灵魂呢，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呢，来来回回的检测，来来回回的看，观察是否他的身体能够和你的灵魂合二为一。这就像我们的这个电脑编程在安装这些应用程序一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所以在我们这个亚洲人呢，有一个观念，就是怀孕的前3个月呢，不希望让别人知道，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有的父母可能会流产，有的母亲可能会想要堕胎，这些呢都不能保证说一个灵魂能够和一个肉体相契合。主体灵魂呢也会同时选择几对不一样的父母啊，就是不一定是只针对一个父母去进行这种编程的模式，它有可能呢是选择在世界上不同的父母，因为你写的这个剧本和这些父母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契合的，是非常相似的。我们这个灵魂呢投胎的时候，它会试验几次，如果第1次没有成功的话，它还会再试第2次，同一个母亲。而且呢，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的母亲都在备孕中，所以呢不一定每一次都找同一个母亲去试。如果一个母亲反复的堕胎，反复的流产，那么证明她的这个身体和你的灵魂是没有办法合二为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小宝宝呢，我们上面的这些保护神呢，就会帮助我们去找其他的母亲。那么这个编程的过程呢，它持续反复，一直到你出生为止。前3个月之后呢，你的主体灵魂呢，基本上就进入一个比原来更加稳定的状态。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妈妈在肚子里面呢是有羊水的。水呢，这种物质呢非常的奇妙，正是因为水它是非常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这个意识体以及我们的这种能量进进出出的一种液体。在怀孕的时候呢，会有羊水包裹小小的肉体，就像是女娲做人，或者是说上帝用泥巴捏出了一个小人的感觉。而你在妈妈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在她的肚子里呢，实际上你跟主灵魂的交往还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在这个胚胎的过程中呢，你的小我呢还没有被造出来，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小我呢是在之后，你已经出生之后的阶段才能够发展出来。第3个步骤呢，就是出生，并且呢在这个第3维度生活。每一个灵魂呢出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自己的小我，没有自己的个性呢。尤其是在小孩子7岁之前，他的脑电波呢是处在一个 theta 的脑电波模式。这个脑电波模式有点像我们一种潜意识的脑电波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呢，你的主体灵魂呢还在不停的塑造以及编程中，直到一个孩子他7岁左右，一个孩子的松果体基本上已经不和主体灵魂有太多的沟通和交流了，他的小我，他的个性终于被磨合好了，那么一个独立的人格就形成了。那么在这一生中呢，你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从小学习问题，
到了你青少年情窦初开、恋爱的问题，之后到你的工作问题、成家的问题，一切呢都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会，去用心的体会，去非常专心、非常在乎的吸收不一样的知识。27岁之后的你呢，会想自己做决定，会想自己去探索世界的各种精彩。而那个时候我们的脑电波呢就会到阿尔法波。那新一代的你呢，升级版的你呢，就是会全身心的体验各种不一样的经历，了解不一样的知识，用心的去享受生命中带给你的各种惊喜以及各种悲催。我们的第4个过程呢，就是死亡的过程。很多人非常恐惧死亡，因为他在骨子里面还是没有相信轮回的存在，以及前世存在、灵魂的存在。当你去理解到灵魂是永生的，它是永远不灭的，它是跟宇宙最高的这种能量一样，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你就不会对于死亡有更多的恐惧感。死亡呢，是在我们轮回转世的这个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步。而我们每次在很多医院，有很多的医生会告诉大家说，我在看到这个病房里面去世的病人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房间里面还有别的人。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死亡过程中，我们从来不可能是一个人离开这个第3维度的世界。我们来到第3维度的时候呢，有保护神就在旁边陪着我们，有我们的天使，而且呢也有我们的父母。当然了，我们借助他们的身体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而在我们的死亡的时候呢，也绝对不是一个人，包括一些濒死经验的人，他们会感受到自己亲人在旁边安抚着他们，给他们很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告诉他们说，现在还不是你该走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回到第3维度了。这种巨大的爱带着巨大的光，很多人有濒死经验的实际上都不愿意回到第3维度了，因为他觉得在那个维度自己会更加有幸福感，自己能感受到更多的光和爱。在那个维度，我们就失去掉了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我们就失去了这种阴阳的存在。在死亡之后呢，会有我们的保护神以及天使呢，召集起来我们的这个主灵魂的一些评判的人员，帮助我们做一个生命回顾。在我们的第3维度，到底有什么事情我们做对了，或者是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创伤我们没有能够治愈、疗愈好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做完了生命回顾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说，原来我的生命中还的的确确有一些后悔的地方，或者是没有能够在这一世好好被利用到的地方，一些能量我们需要下一次去排解。在生命回顾的这个阶段呢，大家要知道，没有人会评判你，没有人会把你带到地狱去，没有人呢会让你感觉到痛苦和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在我很多前世回溯的阶段中，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有看到过地狱。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呢，我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我相信呢，地狱和天堂呢就在你的心中。如果你的自我意识以及你的灵魂认为有天堂的话，那你就会看到天堂。如果你的自我意识和你的主灵魂相信有地狱的话，那么你在去世之后就会看到地狱。而且很多事呢，我曾经是战士、士兵，杀了非常多的人，对这些我杀的人产生心理上的愧疚和抱歉。而我做了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那么我没有在我去世之后看到有地狱的存在。
唯一看到的就是有我的保护神一直在我的身边，以及我的保护天使跟我讲说，我应该去提高什么，我应该去怎样进步，我应该在下一次的里程中，这一世要更注意什么，才能够活得幸福，活得漂亮。而我们轮回的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呐，出去跟我们的主体灵魂去我们的集体意识的这个图书馆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学习。这个时间长短就是跟我们这个轮回的时间长短再去投胎的时间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在那个维度呢，时间也是不存在的。如果硬要把那里的时间呢跟这里的时间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也是没有完全准确的对比的。但是我知道光之工作者呢，他在投胎的时间呢会比较快一些，因为光之工作者他是实践派，而且他希望能够再回到这个第三维度呢，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升维，去打开自己的意识大门，他会很快的就重新投入到第三维度里。投胎它没有一个时间空间的变化，也没有一个顺序，时间上的顺序或者空间排列。举例来说，我现在如果已经去世了，我如果想要再回来，我会被转世投胎到一个古代或者是一个未来的时间段。这个跟我们的平行宇宙又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时间的这种思维去考虑。比如像很多次我在做前世回溯的时候，我的很多次生命是重叠的时间，在历史上的重叠时间，但是不代表说这些就不存在。就是说在同一时间，我可能是在当兵，我也可能是一个宗教老师，在同一个第三维度的时间里，我是存在在不同的空间里的。那么最后一步，当我们跟我们的大灵魂以及我们的集体意识都了解了一些知识和信息，准备好自己的下一次的剧本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进入第二次投胎了。我们又开始重新的循环这个过程，一次又一次来到这个第三维度，学习不断的进化，学习怎样去积累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不知道大家听完了这6个步骤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并且呢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一起用不同的思考的方式模式去讨论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恩大家支持我的频道这么久。如果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记得给我留言，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吧。我们下次再聊啦，拜拜。